方伟时间的早安中国，今天是2005年的10月22号哈。油管的观众朋友，希望之声湾区 FM 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四中全会呢是进入第4天，是爆炸性的传闻不断啊。这些传闻真的可以说是难以置信啊。这是今天方伟给您带来的消息啊。这些传闻到底是什么？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跟大家好好说一说。那另外呢，这个川习会有没有？以前都是说川普说我不高兴参加哈，也许不开了。但是呢，昨天川普居然说，也许有人不高兴，他不开了。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呢？另外，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本来要举办的叫做双普会，川普跟普京的高峰会，那么现在也没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中共在中东的恐怖组织背后拱火哈，其实事情做久了，出去混哈，欠了是要还的。那现在报应来到台海，这又是怎么回事？好，这是今天方伟给您带来的这个主要的美国和世界新闻。好，我们现在进入正题哈，我们来讲今天最重要的新闻，就是四中全会的最新的传闻。四中全会啊，中共的四中全会到第3天哈，它总共开4天。那么从官方的各大网站仍然是看到是风雨不动，波澜不惊啊，但是在民间和社交媒体上呢，已经是惊涛骇浪了，是怎么回事？昨天晚上哈，深夜，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星期3的早晨哈，那么原中共解放军的海军航空兵的中校那么姚成哈，他就爆料说，他现在人在旧金山哈，他爆料说，四中全会呢，全体军队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集体提出议案，要求罢免习近平的中央军委的主席的职位。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大摊牌。如果是真的话，2个意思啊。第一就是军队正式全体要求习近平下台，那么呢，现在请全会同意。第二，如果不同意的话，拜托，这是军队啊。所以说中共都说党指挥枪哈，但是谁都知道本质是枪指挥党，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泽东说的哈。从这个中共建党到今天，这才是真正的真理。那到那个时候，军队就可能会强制让全会同意，中央全会同意。如果他不这么做，那怎么办？那这些军人自己就完了，对不对？他们就变成说怎么讲，就是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不是？但是今天哈，军队手里拿着枪，是军队为刀俎，人家是鱼肉。那你反推一下，你就知道，在那种情况下，军队一定会动武。一旦动武，谁能赢得了军队呢？对不对？中央全会再厉害，赢得了军队吗？所以呢，这就是这个消息的震撼性哈。在这里头，当然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如果是真的咱们这么说哈，如果是真的话，那首先绝对震撼，第二就坐实了我们一直在讲的反习势力存在的传闻。那当然了，现在怎么看待这个如果哈？我说一下我们怎么判断这个如果啊，它真的和假。我说一下我的方法哈。那么我跟大家一直讲过哈 ，Why you're not sure about the message, check the messenger 哈。如果你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信息的真伪，那么就去判断这个信息源的真伪如何。那这里头呢，这个传闻是从这个姚成这里来的。大家知道姚成啊，这现在关于中共军方包括四中全会的很多消息，确实是从姚成这里来。姚成呢，他来到海外已经将近10年哈，他确实以前也是一个中级军官。那他的消息怎么能够可靠呢？我先说一下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姚成先生哈。他的本名叫谭春生，他是1960年出生在安徽，然后78年18岁入伍，他曾经担任海军航空兵团的叫做海军航空部作战训练参谋，军衔是中校。那么1993年呢，出了个什么事儿哈？1993年，中共的海军从俄罗斯进口2艘现代级的叫做导弹驱逐舰，这个驱逐舰上面有直升机哈。那个时候呢，俄罗斯的直升机叫做KA-28，要进口28架 KA-28的反潜直升机，这个直升机就是俄罗斯最先进的哈。所以俄罗斯当时谈价钱的时候说，一架直升机卖650万元，结果谈到后来翻倍啊，那就变成1300万。那海军觉得太贵，于是呢就决定采用一贯的偷窃的方法哈，偷一架直升机来自己就是叫做逆向这个叫做研发啊，然后重新把这个东西拆掉，重新造一遍，这样来省钱。那这个时候呢，姚成呢就拿了一个伪造的身份啊，作为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直升机办公室的高级工程师啊，这是个假身份，到老挝弄到了一个
俄国就是俄国卖到老挝的叫做 KA-28的直升机。那因为这是个秘密项目哈，整个的海军只有5个人知道，包括海军司令、海军副司令哈，还有他的主管。他的主管这个人不简单啊，这个人叫做刘作敏。刘作敏是谁？是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2儿子。那么呢，结果姚晨事情也办得很顺利哈，把飞机从中老边境悄悄的超低空飞行，要潜入中国境内。因为这件事情没有跟各方打招呼，只是海军内部的事情。结果呢，因为没有通知嘛，结果武警还蛮厉害的哈，被边防武警给抓到啊，就把这个飞机迫降下来。这件事情就变成升级往上走。那往上走呢，本来呢海军出面把它保下来就完了嘛，对不对？这是海军的一个任务啊。结果呢，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呢，因为不肯退位，而新上来的张万年呐，这个年轻的这个军委这个副主席跟刘华清有矛盾，内部在争权，因此呢，这个张万年就把这件事情弄得很大，就按这个事情啊来逼刘华清退位啊，说你违法干这个事情。刘华清为了保住自己的儿子啊，刘作敏和自己的身份，于是呢就把姚晨给卖了啊，或者把谭春生给卖了。不仅卖了，其他的海军的另外5个人都说是谭春生自己干的，他就成了个替罪羊，判刑7年。关到监狱里头，那么在监狱里呢，他就开始反思哈，过去半生以来的这些经历哈，中共包括屠杀学生、镇压天安门事件呐，以及后来反思中共对人民的这些清洗跟镇压，他就明白过来了，等于是被铁拳砸到。出狱之后呢，他就加入美国的中国妇女权益啊这么一个叫做 NGO 的组织，帮忙在中国大陆被拐呀、被遗弃的儿童的寻亲跟维权的工作。那因为这个事情也很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当局也看得很烦的哈，于是呢就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判刑，又判他一次性1年10个月。然后呢，他就后来就完全失望了哈。那再放出来之后，2016年他就通过秘密渠道逃离中国，到达越南，从越南再去到泰国。那么因为偷渡国境嘛，泰国这个你要在泰国申请难民的话呢，你要蹲泰国的叫做移民监，在移民监又蹲了7个月啊，在那里也很艰难。之后呢，就跟美国政府这边联系上，由美国政府、联合国和国际 NGO 以人道主义为由呢，就救到美国。那后来就住在旧金山，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住在旧金山哈。那不管怎么说吧，他最后逃到美国的过程是相对的顺利哈，我2天时间就飞抵了这个纽约的叫做新泽西的纽瓦克机场。他在美国之后呢，打工自己做油管频道，同时呢也跟美国的他说各个机构和各个机构合作，共同研究对台湾和对中国大陆的军事战略。那么基本上我看这个人呢，他就是一个军人哈，所以呢。然后呢，我觉得他很简单也很诚恳哈，我自己觉得可靠。但是呢，他的讯息是否保证，他自己这么说哈，他说他觉得这些信息是可靠的，但是他没法保证啊。但是呢，毕竟他在体制内做过官，有些事情呢，他有他的渠道。这是第一，第二，他有他的看法哈。那我就说一下他下面的他的看法是什么。他说这一次呢，就是军队是决心已下哈，既然做这一个所有的中央委员和这个中央候补委员的这么一个提案，那就是决心一下，一定要把习近平宣下马来啊！而且做这个事情呢，他说军队并不想隐瞒呐。本来4中全会应该是大门一关哈，里面再怎么窝里斗，外面谁都不知道。他说军队并不想隐瞒，一边做一边要往外说啊。OK， 那么他说这个军队对习近平的情绪是什么样？他说习近平从2012年上台以来，从反腐到后来的军改，2016年的军改是非常大的东西，把中共的军区全部重新整一遍哈，以及到最近的清洗，他就一轮的哈，非常的不留情面。第二就是非常有破坏性，搞到军队呢就是觉得非常的不安定哈，所以长久以来军队既不满也不安。那么他说张又侠兵变呢，并不是他有什么宏图大志哈，他只是当时习近平要办到他的时候，他不愿意束手就擒啊，被习近平查办。其实，在去年7月份3中全会的时候啊，习近平中风晕倒，其实到8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就安排要去办张又侠 ，OK， 但是呢，张又侠在7月31号抢先发动兵变。那么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命啊，为了保命而采取的一个自卫反击性质的一个兵变。那么这个兵变确实反击也成功啊，因为习近平晕倒嘛，出现权力真空所以他跟这个中共的元老也连接上。那么同时呢，他的兵变就引发军队的共鸣。所以张又侠，因为他打过仗的人呢，这个人确实是有勇有谋啊，是中共这个太子党中几乎唯一的唯二的哈，另外一个张海洋唯二的这个自己做到上将这个位置。所以呢，他就很快能够在
跟这个拥习派，因为习近平醒过来之后就回来抢权嘛，对不对？习近平怎么会乖乖的把权力放掉呢？所以呢，他就击退了这个习近平拥习军队的叫反兵变。他发动兵变，人家再来反兵变，那么这个较量下来之后呢，张幼霞赢了，那么这就是那9个上将所领导的这个叫做反兵变哈。那最近的一次是这个兵变还不是一次啊，反兵变不是一次，是多次。那么最近的一次是火箭军的司令王厚斌、东部战区的司令林向阳和这个武警司令王春宁在今年两会期间发动的反兵变，调动了3支部队，但是都被这个被他粉碎哈，被张幼霞粉碎。那么军队跟元老联手哈，本来是希望让习近平同意自己下台，这样保全党的面子哈，不会显示出党的分裂。但是习近平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多次反悔啊，信誉全无。同时呢，习近平利用自己掌握的党政系统的宣传口哈，营造自己大权在握的这个形势，把解决问题的时间一直往后推，推到逼到4中全会，就要变成军队只能摊牌。好，那么下面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哈。这军队这一次呢，确实是逼宫啊，明摆的要军委书记下台哈，习近平下台。如果军队成功的话，那即使是党的书记和国家主席这2个位子，习近平仍然留着，那也是摆样子。因为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果没有军委主席的话，那就是做军委主席的那个人决定下一任的党书记和国家主席到底是谁。所有这一切哈。说实话，怎么去判断哈？这都是一种说法，上面说的我说的是一种说法啊，并没有实证出来，是一种说法。跟姚晨先生他的这么一个资讯来源和他的解读，加上过去1年来种种疑点的这么一个联系，那么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是符合道理的，我得这么说哈，符合逻辑哈。因为确实啊，在4中全会以来，这个4中全会前3天发生的9上将团灭，这是一个事实，这是证据哈。而这个9上将团灭全是习近平的人。这不让人这个 wonder 吗？不是让人这个觉得这个蹊跷吗？第二，9上将团灭是军方宣布，不是官方宣布啊，这又是另外一个奇怪的事情。那官方的媒体要么就滞后报道，要么就是干脆不报。中央电视台到今天都不报，一个字都不报哎。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废太子哈，已经被打入冷宫的这个废太子胡春华。现在居然又高调出来，而且是多次高调出来，这绝对是反常的事情啊！现在的皇帝干掉了这个废掉一个太子，居然能让他再高调出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再加上这个前王这个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啊，也这个高调出来，这也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再一个呢，习近平已经在2016年已经成功的把中共的元老逼回到他们自己家中，不可以乱说乱动。那么现在呢，温家宝啊等等李若环呢这些老人再出来，这也是没法解释的事情啊。那最近刚刚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新闻呢，就是这个叫做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又这是以他的叫做他的这个管理学院什么这个荣誉委员会的身份呢，又发表了这个叫做这个我的意识那个朱镕基和王岐山他们的讲话。OK， 这王岐山已经是绝对被打入冷宫多少年的哈，现在都能出来讲话，这又是什么意思？这都很说，就是说我不能说，就是他绝对不可能是偶然的，这背后都有事情哈。好，第三，中国最近啊各地出现军车，包括装甲车、兵车啊、军用火车运输在上街和这个高速运行的现象哈。有的地方在城市中心走啊，连绵几百辆车子啊，一走20多分钟。在哪里出现？在北京出现，在福建的厦门、泉州、山东、广东很多地方，这只是网上这个 X 上传出来的一些东西哈。总而言之是非常的多哈。这个现象到底是为什么？你说北京调兵这个去护卫4中全会倒也算了，全国各地调兵干什么？现在又不打仗啊，现在又没有什么这个外患，现在又不打台湾，为什么干这个事情？你知道姚晨他怎么解释？他说这是军队在全国显示武力，军队在示威，也就是说如果不听军队的话，我们就动手，这就是我们的力量。那么军队哈，在中全会哈中央委员会只有40多人，但40多人是足以达到提动议的这个标准了啊。但是呢，你只有40多人未必可以过，对不对？因为整个中全会是205人哈，当然有些人干掉了啊，不到200人，但是毕竟呢你还是少数，所以呢这个军队需要内外呼应哈。4中全会为什么这么多消息出来？那姚晨就是说是有意让外面知道啊，里外配合，给现在要投票的这些中央全会的成员造成一个威慑。你敢不同意吗？就这个意思哈。
好，这就是一个方面的故事哈。我们反过来的例子就是，仍然是好像什么事问题都没有啊。像自媒体人龚自审呢，他其实跟我也蛮熟的哈，他就发了一个推，我看到他的推非常代表很多人的这个意见哈，说看看新华社的首页就知道，所谓的习近平失势、张又侠夺权、团派上位，全部都是听传诗编造的假消息。正如当年的习下礼上一样，可以安慰许多人，但是不符合事实，也根本不被西方的媒体智库跟情报机构所接受。他说这也许是海外简中圈反共华人群体的另类中国梦吧。他说毕竟严肃的针对时事分析太乏味惊奇耸动才有意思。那饭后闲谈无伤大雅，别太当真就行了。这他的态度哈，那态度我确实非常可以理解。我们先看一下，截止到现在为止在这个小时，这个中共官方网站的这个大概的情况，我们先看一下这是新华网，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中宣部下面的第一网哈。大家看打圈圈的全是习近平，满篇都是圈圈，满篇都是习近平啊。所以呢，确实特别是在这个四中全会召开前一天晚上，他出了一篇社论，那简直就是把习近平当成你是我们的大救星把明明这个中国经济一个烂摊子说成是一片辉煌，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奇葩。那也好像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就说明习近平绝对是大权在握，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看第二张图第二张图呢说的是这个人民网人民日报的网站，大家看到也有2个圈圈总书记的关切下面是15总书记如何，也是这个总书记的圈圈。再往下看人民网的一个社论，它叫做经社评起码在下面最后一行最下面一行也是有个习近平在那，我虽然没有打圈它的标题是这个于变局中开局。再看第4张图，第4张图呢是国防部的图，你看上面也是也有3个圈圈，全是4个圈圈全是习近平。所以呢，习近平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这就是我觉得龚自审和很多的这个朋友包括说张天亮教授他的看法，就是根本就没有事儿，你在这说什么东西好，那我回头把这几张图再看一看我们再回到图一这是新华社，确实你去打开每个链接，这都是每天都在更新的，每天都在捧习每天都在抬习的轿子，把它抬得高高的，这是第一，这就是新华社的态度。如果我们再回到图2的话呢，大家看到图2呢这个圈，首先这个圈圈很少，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图3，这就是经社评他的这么一个。他的文章这也是他的社论，人民日报的社论，它叫于变局中开新局。你如果遍读整个文章，习近平就出现3次，其他地方什么都没有。大家知道新华社的他的社论可是23次，这边是3次。然后呢，关键是他的文章本身只说事儿不捧人，虽然提了习近平，没有就是捧他臭脚的这么任何的这个不是，基本上没有这个味道大家知道，就基本上说事儿所以人民日报跟新华网是不一样的。大家知道这个中共它的媒体的官方评论呢，常常用化名比如说叫任仲平，对不对？任仲平的意思就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评论的意思。而这篇文章刚才是这篇文章叫变局变局，这叫做什么来着？叫做经社评。经社评是什么意思经社评就是经济社会评论，它是由人民日报旗下的经济社会部所主笔的。也就是说呢，人民日报里面的经济社会部和新华网他的老板，他们共同的老板蔡奇是不同调的。也就是中宣部下面管的这些各个新闻口，以及说哪个新闻口下面他自己的那一部分，它是不同调的，判断不同调所以经社评的调子显然是另外一回事儿。我们再看一下图4虽然这个国防部的网站，你觉得4个圈圈全是这个右边3个圈圈左边1个圈圈，你觉得这不都是在拱卫习近平吗？你说什么军人反习有这么回事吗？你看军队的网站这么多习近平，有什么问题呢？问题是你如果把这个国防部你看3天的话，3天这个网页动都没有动，国防部的网站不更新。现在也就是说呢，也可以把理解成国防部我无话可说，3天以来无话可说。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躺平了我捧你臭脚干什么？你开4中全会，我动都不动，3天都不动所以呢，表面上看全都是这个官网全在拱卫习近平，仔细去看呢，它内部就不一样。OK，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吧，我觉得这个叫做反习的事情存在，你如果掰开了揉碎了钻下去看的，它确实是有道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包括我已经做了好几集节目了，我也采访了2边的人，一个是张天亮教授，一个是这个唐继远
先生哈，他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我全都问了，两边全部问了哈。张天亮教授的采访今天下午会今天晚上7点钟会公布啊，会发布，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再说一下哈，要不错过这些节目的话呢，就大家点击一下这个订阅哈，打开小铃铛，这样不会错过啊。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哈，认为不存在这件事情，最主要的就是一句话，叫做 too dramatic to be true。Too dramatic to be true， 这句话是我的一个观众留言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太过惊悚，难以置信。中共四中全会出这么多事儿，你们知道啊？你们谁呀？你们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外面什么都看不出来，你怎么会知道？叫太过惊悚，难以置信。所以呢，逻辑告诉我呢是合理的，是可以解释过去发生的这一串串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呢，从感情上确实太过惊悚，难以置信。当然了，这里头也可能有其他的未知因素哈。即使我说的逻辑上合理，还是有缺的环节啊，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啊。那不管怎么说，这个推断哈，反习派是否存在，这个推断是对的还是错的，很有意思啊。1天之内就会，四中全会公报一出就会揭晓。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个谜团不用藏太久，到说不定明天这个时候就已经知晓了，全都知道了。如果不是明天这个时候，就是明天中午的时候就全都知道了。当然了，如果反习派这个动作，军队全体要求习近平下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过去中共50年最大的事故。好，再说一下下一个这个爆料哈，一个自媒体叫做小说家他就说一个爆料向他透露说，习近平的7名骨干在四中全会上主动请辞，他们包括4名政治局常委李强、蔡奇、王沪宁和李希，3名政治局委员分别是李干杰、马兴瑞和黄坤明。这里头除了王沪宁之外，其实他全都是习近平的马仔哈，他带上来的，其中有4个常委、3个委员。那说白了，这就是当下习近平的执政班子，他们全部辞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当然就说明这是这个军队态势压人哈，他们就不得不退啊，退下来的话，起码可以保全自己的人身安全。但是这个版本也很难说一定是真的哈，因为早些时候这个说法就有流传出来啊，在四中全会之前。那么这个小说家还说呢，军队又提出了一个议案，要求增补汪洋成为中央委员。大家知道汪洋这个人呢，大家还记得吧？就是他年纪不到退休就被赶下台在上一届这个全会被20大被赶下台，现在是一个普通党员，但这个人的能力非常强哈，从地方基层一直做到中央，资历非常丰富，也是改革开放派的传人啊。他原来跟胡春华一起是胡温时代在习近平之后隔代指定的这个接班人，但是被习近平干掉。所以呢，四中全会的结果，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公报出来就要看胡春华跟汪洋在不在里面。如果在里面的话，特别是汪洋如果从一个党员变成了中央委员的话，大家知道中央委员下一届全会就可能要选这个重选政治局啊，包括总书记啊，只要他们俩一旦进到在公报里头一旦进去，就说明变天啊，因为这前面2个人全是废太子，废太子再回来。这个从退休状态再回来，那还不清楚吗？那就说明习近平完了啊！所以呢，这就是1天之内就有结果。我是从逻辑来判断了，说实话，因为我对中国问题并不是跟得那么紧哈，我并不熟悉。我就是从逻辑来看现在发生的一切。那我觉得呢，反习势力的存在在逻辑上是成立的，那么在感情上确实很难成立，简直就是太奇葩。难以置信哈，好吧，我们就看一看吧。1天之内，反正就翻牌揭晓，我们就知道有没有那么回事儿，还是完全没有那么回事儿。好，您觉得怎么样？要不要留个言说说看？您觉得真的有反习势力存在还是没有？哈，我们做一下宏观的一个投票。我上次做了一个，昨天做了一个，好像是51对49啊。我们今天再做一次好不好？我们看看大家的看法怎么样？经过这1-2天的变化哈。好，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川习会看着11月初要开，现在川普说可能不开，还不是他的原因，什么情况？好，我们先在说这之前，先说一下我们的赞助厂商的一个信息哈。因为每年到了换季或者冬天，那就是身体最脆弱的时候，天气忽冷忽热，不少人就会出现喉咙疼啊、鼻塞呀、头晕啊、乏力这种状况哈。这个时候怎么调理好您的体质，提升免疫力，就成为保持健康的关键。这里有没有好答案呢？有，就是我推荐给您的西洋参的这个黑高滋哈。那么呢，这款产品呢，我们已经从观众那收到了很多很正面的反响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反响。有一位观众的体质不好都不能上班，干一点活就累经常觉得疲劳，后来就尝试了这个 Genex 西洋参的黑高滋，那每天吃不到1个星期
身体就开始好转，他干活就不累了哈，也不气喘吁吁。那血压从原来的180到180、100哈高低压变成110跟80。他身体好，他精神也好啊，所以一家人都非常高兴。这个 Genex 黑高兹采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高品质的西洋参根，人参皂苷的含量很高，吸收率是高达95%啊，一勺一小勺哈，有效成分相当于6根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成分。那它的功能是调节血糖，降低这个叫做增强免疫力。长期服用还可以改善睡眠，恢复精力。对有三高的朋友呢，能够调理三高啊，滋补气血，帮助你维持最佳的状态。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说明栏哈，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就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怎么样？要不要听听我的建议试一下？好，我们下面看一下哈，这个回到我们的话题，那个川习会到底什么情况啊？那这个我们知道川习会呢，大家都在期待之中，10月初就会开。那当然联系到四中全会，都会觉得四中全会之后有没有变化？因为四中全会就算习近平辞去中央委员的职位或者被罢免掉哈，这个中央军委的职位，国家主席是不会马上罢免的，除非接着下面的人大哈，这个人大常委会把他罢免掉。否则的话呢，他还是中国的元首啊，因为川普不可能去见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他一定是见中国的国家主席嘛。所以呢，各方面人人在期待。川普原来呢，因为中共搞稀土禁运呐，是吧？就基本上就是说，当然就是不去了，可能不去，后来改口又要去啊。既然都要去啊，那么当然就可以这个川习会就会发生。好，说这个话之前，我先说一下我们的民调。刚才民调好像有出来是吧？您相信姚晨的爆料吗？不相信的58%。相信的42%啊，总共投票大概将近500票，这个我觉得很 make sense 哈，大家看得出来哈，将近60%的人是不相信的啊，40%人相信，我觉得是差不多是那样哈，我可以理解，非常可以理解，因为真的是看表面上是波澜不惊，哪有你说的这回事儿？但是从逻辑呢？发生了那么多事儿，只有这个方法可以把它串起来，最后能够解释一切。所以呢，我们就看，不管怎么说，就是一天啊。所以锁定范伟时间哈，大家一定要订阅啊，一定要订阅。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背后的原因，给出这个我的解释哈。所以订阅大家一定要订一下，然后打开小铃铛哈，打开所有的通知，好吧？好，行，那我们再回到川习会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川普刚刚说大概不要去了。说这个之前的话，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国的副总理这个何立峰已经约好在本周6在马来西亚会晤，任务就是说帮助两国经济关系脱离险境啊，为川习会铺平道路。结果呢，这个川普在最新的白宫记者会上怎么说？他就是抱怨中美经济。他说过去那些年呐，因为我们的以前的总统的愚蠢，中国每年从我们这里赚走5000个亿、6000个亿，甚至于7000个亿啊，而我们一无所获。他说我们跟中国做生意亏掉的钱呢，等于是帮他们建立起了中共的军队。那么现在情况要变了，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协议哈。我希望他们也能，他们中国哈，中国也赚钱，我们也赚钱。下面他说了一句很有深意的话哈，他说川习峰会可能搞不成，有人会说不想见面，太难搞。话说到这里呢，就没有下文了。这个有人肯定不是他自己，对不对？大家知道，习近平想见川普，绝对是想见的，一直想见。为什么？因为见川普、见美国总统，就是证明习近平的位置的肯定，对他位置的肯定。但是呢，川普居然说有人会说不想见面，太难搞。川普没有详细说哈，点到就过。但是问题就在刚才我说的这个奇怪哈，习近平想见你，你也不拒绝见，但是川习会居然会搞不定，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就这个问题就是川普知道了什么吗？知道了这中共内部发生了什么吗？连我们这些自媒体都在说，美国的情报机构会不知道吗？他们会没有判断吗？所以呢，就有可能哈，川普是听到风声，习近平也许地位不保，所以他才说出这句话来。你觉得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大家可以留言哈，说一下您的看法。好，下面是另外一个高峰会哈，双普会现在双普会又没了哈。我们都知道哈，在前几天上个星期四哈，普京主动打电话给川普，两个人谈了2个半小时，谈完之后川普真的很高兴啊。好，2周之内哈，下周我的国务卿哈，这个卢比奥就跟俄罗斯的外长见面，然后呢，再下周我们就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见面。第2天泽连斯基就来访啊，川普把他这个上周5的泽连斯基的来访要的东西搞黄了哈，战俘对不起不给，因为川普认为和平就在眼前，所以我不要再拱火了，不要再给你武器了哈，就没答应。
但泽连斯基昨天看到他handle的还不是不错的哈，基本上没有发火，也没有说什么负面的话啊，基本上就是正面的走过了这段事情。但是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就进行了一次通话之后，就双方决定取消面对面的会晤，就他们俩不见了，那个双普会更不见。原因是什么呢？现在不知道，没有说哈。但是有一种说法是俄罗斯要求他提出条件要完全控制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OK， 这个顿巴斯现在就是最后22%的土地哈，那乌克兰在拼了命的在守，因为呢它是东部平原的哈，东部平原再到东边去这个唯一的屏障。但是呢，川普要的是冻结战线，原地和谈。那俄罗斯说不行，我们一定要顿巴斯，你一定要顿巴斯的话，那就差太远哈。但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啊。但不管怎么说，记者问这个川普布达佩斯峰会的前景时，川普表示说他不想举行一场浪费时间的会议，但是他也没有完全说死，他暗示可能会有更多的进展。他说过2天呢再通知你们。好，说一下我的评论哈。整个的这个第2次双普会就是跟第1次双普会是一样的，是普京在玩川普，因为川普一硬，普京就会放软。普京一放软，就给川普点燃和平希望，因为这个和平希望，川普就会放弃他的强硬，一旦放弃，普京就固态复萌，然后呢继续打击这个乌克兰，那川普就会再硬就重复这个循环这个叫做两普之间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现在呢，这个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还在社群中发文说，峰会的准备工作仍然在进行。什么意思？为什么呢？很简单，用我的话就是继续忽悠川普，或者忽悠全世界说我们是要和平的我们还在准备呢。他根本就不想谈也是基本上就像川普说的，就是浪费时间而已，浪费川普的时间因为这种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我甚至认为普京这一套玩的这么叫做英文叫 shameless 一直这么玩，我觉得就是中共教他的。所以呢，关于这个两普之间的这个关系我跟唐靖远的远方对话中，昨天谈透了，等于是谈透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呢跟唐靖远先生每个星期都有一次远方对话有的时候会做2个话题，跟张天亮教授会有一个天方夜谭，也是做2个话题。那么另外还跟这个恒河先生有个何方神圣3个节目。有观众朋友建议是何方神圣改成路在何方，很好路在何方也很好，但我觉得它不够响亮所以我觉得何方神圣大家会觉得你在说什么东西是不是很好奇好，这3个节目都有他自己的那个叫做 playlist 所以呢都集中在那个集了。我建议大家回去看一下，你如果有时间，因为我跟这个唐靖远先生和这个张天亮教授还有恒河先生，他们都是非常有睿智、非常有观察力的那种很理性的那种思维的人。所以呢，我跟他们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谈的很多东西会谈得很深比平时的新闻不一样，所以很值得去了解我觉得看那么1-2集，对当今相关的话题呢，我觉得就会理解的比较深我这么认为啦。当然也可能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anyway， 你可以听听看，你去查查看好，还是一样，就是说记得订阅订阅方伟时间，就不会错过远方对话、天方夜谭、何方神圣的这个叫做 podcast 节目。好，下面看一下这个中共在中东拱火帮助这个叫做恐怖团体，现在搞到报应回来了，怎么回事呢？我们都知道台海战事一旦爆发的话，中共的导弹跟飞弹或者叫飞弹对台湾的威胁是最大的，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那么重视火箭军，以前叫做2炮，第2炮兵部队，讲的就是这个火箭导弹、弹道导弹这些东西，长中短程导弹，那么就是对台湾最大的威胁，这既是第1轮打击，也是以后持续打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呢，这就是那台湾怎么办呢？我们都见过以色列的那个铁穹那个厉害拦截率是90%以上，其实是95%以上大到导弹，小到炮弹、迫击炮弹，你都打不过那个铁穹去所以是以色列的这个奇迹后来到截这个无人机也相当的厉害超级厉害。台湾如果有一个铁穹的话，那什么情况？那不就把火箭军给废掉了吗？好，那以色列给不给台湾呢？原来不给。为什么？因为不敢得罪中共，也不想得罪中共，因为毕竟是世界第2大国家，对不对？两国关系也挺好的。但是呢，在加沙战争之后，以色列就看明白了，中共在这个他和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中，中共一直在是在扮演平衡角色，但是呢，一直在支持以色列所有的敌人，特别是
恐怖主义分子哈，从伊朗政权到哈马斯到胡塞啊，中共全在背后支持，所以以色列再傻也能看明白，或者说再不想惹中共，最后也会受不了。所以呢，以色列现在非常不满，于是呢，在美国同意之下，现在以色列打开自己的武器库给台湾。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铁穹问题啊。台湾的国防部长呢，国防部副部长最近秘密访问了以色列，双方就合作开发叫做 T-Dome 防空系统，又叫做台湾之盾。所以以色列的铁穹在台湾叫做台湾之盾进行讨论。那么这个系统将以色列的叫铁穹为这个蓝本哈，配以色列它已经研发出来的雷达加导弹全部加在一块儿哈，那么给台湾人来用，用的方法是用民用科技合作为掩护哈，提供技术咨询，并且转移关键的技术。这里包括雷达的组件，雷达就是看这个飞弹进来的哈，那个东西在天上这个东西以及说飞弹的设计，那是把它的那个进来的飞弹打掉的东西，打掉的飞弹。那么这些技术呢，已经协助台湾开发出新的叫天宫4号的拦截系统啊，这个系统也将纳入这个叫做台湾之盾防御网络的一部分。那么美国这边呢，这个美国也完全同意啊，非常认同哈，这当然都是替美军呐这个省力啊帮忙的这一些计划。那同时在美国这边，台湾也刚刚表明态度，要跟美国展开更加深度的军事合作啊。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说台湾现在要出台一个长期的战略策略哈。现在美军在亚利桑那州已经在训练台湾的 F-16的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根据美国法律哈，两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美国仍然有义务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嘛，这就是台湾关系法所以呢，现在呢，台湾跟美国的新的合作将走更远啊，从简单的买武器到各方面的这个多领域合作，还包括非战争包括网络安全呐、情报共享和这个演习现场观察等等之类的。好吧，这就是中共到处拱火哈，到处去挖人家墙角，去坑以色列，出来混，欠的是要还的。当他把这以色列说服到全力去帮台湾，将来下一个就很可能是乌克兰哦。他把乌克兰得罪到乌克兰全力来帮台湾，那这两个国家所有的战争经验都会成为台湾的经验啊，那就台湾就可能成为一个很难啃掉、牙齿很难啃住的一块硬石头了哈。好，所以呢，这就是相关的另外一个新闻。好，下面一个呢，两个很快的东西啊，先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川普在白宫接受访问，他开个玩笑啊，他说我跟大家说过，我们美国从来不会选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没说错啊，现在我们要选的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纽约市把社会主义者跳过了，所以我也没说错。可是纽约直接要选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讲这是马姆达尼嘛。马姆达尼看这个样子啊，目前这个民调显示，看这个样子他真的会一直会赢很可能哈。所以呢，川普说，我看了民调啊，记者就问他说，你会不会劝共和党人退选啊，把票集中给这个库莫？川普说，我不想参与纽约市长的选举之中啊。所以2周之后呢，纽约市就会进行选举，纽约真的会落到一个穆斯林的叫做这是川普的话啊，穆斯林共产党员手中。当然他没有说他是共产党员了哈，他说他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不是北欧的社会民主党哈，民主社会主义者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两个概念不能混。但是呢，这个马姆达尼非常崇拜的 Bernie Sanders 参议员就经常把它混在一块儿。这个事情我在这个叫做远方对话中呢已经详细解释了，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好，那现在这样的哈，我明天可能要采访这个纽约市长共和党的候选人哈，叫斯蒂瓦哈。那采访完了之后，可能后天会把它播出来。那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这也是当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新闻事件哈。所以呢，我采访了大家会看到哈，这个斯蒂瓦哈他的这个观点是什么样啊？在选举的最后，我们看看，再给他一个曝光度，希望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可以了解哈。好吧，这是相关的讯息。好，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啊，感谢大家的收看。那如果喜欢方伟节目的人呢，记得能够点个赞哈，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四中全会在一天就揭幕哈，希望大家锁定方伟时间，记得订阅啊，不会错过最新的情况。我不会等到，但凡有消息我就会出节目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确实太抓人。这是如果中共内部真的生变，只是外面看不到的话，这是过去50年来，等于是叫做什么抓捕四人帮以来最大的这个变局。这个变局是超过当初抓四人帮啊，因为四人帮它仍然是一个小团伙，现在军方是以小博大，等于是把习近平整个的执政班子全部要把它扳倒
这就是这一次它的这个幅度。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完全是没那么回事儿哈。We shall see， 一天之后会知道结果哈。好，这个锁定方伟时间啊，了解最新的四中全会的情形。好吧，那这样了，感谢大家收看啊。还最后说一下哈，保健的朋友不要忘了哈，看一下这个黑高兹啊，可以帮到您。好，那这样好，下次见。